大家好，我是袁成。习近平已经神隐超过2周，就在外界疯狂猜测的时候，一个惊天爆料炸了出来。习近平深夜入住301医院，还临时从上海紧急召来顶级专家会诊。问题来了，这只是空穴来风，还是中南海权力核心真的出了大事？301医院不是普通医院，而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生命堡垒。每一次深夜异动，都可能意味着一场政治地震，而这一次传闻的对象正是习近平本人。他真的病危了吗？这会不会是中共政局的转折点？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8月16号在其自媒体频道真实中国中抛出了一则重磅炸弹。就在前一天深夜，上海3名顶级医学专家被紧急召赴北京，直奔北京301医院，为一位身份极为敏感的病人会诊。如此高规格、跨省份的调动，显示出事件的紧迫与敏感。至于病人是谁，胡立任直言，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本人。他说，大家应该明白这位病人是谁。在中共的政治系统中，301医院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最高领导层的医疗堡垒。这里不只是治病的地方，更是政治风向的晴雨表。每一次深夜的专家召唤，都可能意味着某个政治链条的震动。而这一次，习近平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出现紧急健康状况，以至于必须在午夜时分动用跨省医疗力量。换句话说，这不是日常保健，也不是小毛病，而是足以搅动整个权力核心的突发事件。虽然胡立任的爆料没有更多细节，但仍在舆论场上掀起巨大波澜。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共媒体报道的习近平近期的活动。7月24号，中共央视报道，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官方不仅刊登了大幅彩照，还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视频画面。不过，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次以影像或照片的形式出现在媒体中。7月30号，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只有文字，没有配图。央视的报道中也没有出现画面。进入8月后，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根据惯例，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主要领导人会集体隐身。不过，习近平却没有彻底隐身，而是以文字露面的方式多次出现在党媒报道中。例如，《人民日报》在8月12号报道，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了电话。8月15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2则关于习近平的消息。一是《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他签署了任免多名驻外大使的命令。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动作连连，难道他没有去北戴河开会吗？的确有这样的传闻，并且还有一个实例。传闻来自自媒体的爆料，指习近平没有前往北戴河参加会议的理由有2个，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发生政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身体原因，抱病留京。实例则来自美国新任驻华大使。8月3号，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 X 上发文说，他很荣幸向习近平亲自递交了国书。从庞德伟贴出的照片背景上的山水画可以看出，两人会晤的地点是在北京大会堂。虽然庞德伟没有在贴文中说明会晤日期，不过按照惯例，应该是在8月3号当天，或者是此前一天。然而诡异的是，官媒没有对此做任何报道，包括文字的，更别说是带有图片或视频的。出现在当天官媒中的，则是中办主任蔡奇受习近平委托慰问在北戴河度假的专家。以上证据虽然不能说明习近平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不在北戴河，但是却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媒宣传方式形成鲜明反差。如果从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后算起，习近平已隐身17天；如果从8月3号会见庞德伟算起，习近平已经隐身14天。这些迹象和习挤入301医院的传闻之间显然存在呼应关系，这给胡立任的爆料提供了一定的空窗背景。有观点认为，如果胡立任的爆料属实，显示习近平可能在14号当天突发严重病情。从医疗常识看，说明病情急剧且复杂，以至于301医院的御用专家们都无法诊断或处理。
又或者是不想独自承担责任，因此才跨省召集上海专家。由此可以推测，习近平的病情可能相当严重，极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公开露面。他能否出席93阅兵也成了一大疑问。胡立任的爆料和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近日在精英论坛上的爆料相吻合。王军涛说，中共高层传给他的消息说，习近平下台已成定局，主要原因就是身体原因，他用了油枯灯尽这个词来形容。至于什么时候崩驾，王军涛说，只待上天的信号，而习近平本身也已经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关于这两则爆料的真实性，胡立任原是上海企业家，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在投资领域非常成功，和上海的高官、中国多个领域的知名专家都有很好的联系，因此他的消息来源大多都来自中共的高层或参与中共政策的专家。曾有参与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抢救工作的医学专家向他披露了有关李克强去世的一些秘闻，而王军涛则出身于中共特权阶层，他的父亲是军校里的高级军官，他流亡美国后和中共高层、红二代家族有着很好的联系，因此这两人的爆料在舆论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其实，关于习近平健康出问题的传闻早就在坊间热传，近几年中，外界多次注意到他在公开场合举止异常。我们就说今年6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时，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习在17秒内低头看稿5次，平均每8个字看1次讲稿，这被外界解读为洗脑中风后遗症或记忆力衰退的表现。今年5月，习近平在出席俄罗斯红场阅兵时，在官方报道流出的画面中，习的头一直不由自主地往左歪，在9秒内就有3次，平均3秒1次，而且习还一直不停地眨眼睛。今年4月，习近平视察上海期间，也出现了头部不自主的颤抖、口齿不清等异常表现，外界猜测是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今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的2只手放在腿上，频繁地来回揉搓，并且还出现颤抖现象。两会后，习近平视察云南丽江时，网络图片显示其头发几乎全白，和两会上的黑发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外界猜测其一夜白发的原因可能是健康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不能再染发了。而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中共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喝水时，突然紧闭双眼，将五官扭曲地挤到了一起，表情看起来相当痛苦。习近平这些在公开场合的异常神态，与近期网络上热传的习近平体检报告所揭示的症状相互印证。该报告也是由胡立任披露出来的。报告中的检测项目涵盖甲状腺功能、肾功能、心功能、神经系统以及腹部等。检测结果显示，受检人可能同时患有神经、心血管多种慢性疾病和代谢系统退化性病变，具体涉及老年性脑萎缩、帕金森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心功能不全、肾功能轻度减退、高脂血症及酒精性脂肪肝。若此报告属实，胡立任在节目中用了疑似2个字，显示其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围绕习近平健康的各种猜测也在坊间热传。英国通灵预言家帕克曾预测，习近平在2024年就身患重病，但病情被刻意掩盖了。他甚至预测，习近平的健康将引发中共内部动荡，导致习在2024年内失去实权，2025年会出现习的接班人。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出身于一个600年的中医世家，他不仅深谙医道，对周易亦有独到的研究。据他预测，2024年习近平将成为众矢之的，但不会下台。然而到了2025年，他将遭遇重大麻烦，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来自中共体制内。今年7月，日本媒体也曾发布专题报道，指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他的执政能力。台湾时评人汪浩表示，关于习近平健康恶化甚至遭政变的传言，虽然缺乏实证，但折射出真实的政治心理，真实反映了中共政治的不透明与社会情绪的高压。汪浩认为，如果中共资讯封锁与治理赤字问题持续存在，习出事的传闻将不断回潮，最终可能成为政权转折的前兆。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领导人还是中共高层，
健康问题往往成为权力转折点的催化剂。胡立任指，当健康危机、家族丑闻、经济乱象和权威动摇叠加在一起时，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变化，更可能是整个时代的临界点。因此，即使这些事件是巧合，但也有可能成为一连串事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301医院的病房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权力核心开始显露脆弱，外界的风声就再也挡不住了。他说，看来中国人民终于要熬出头了。习近平是否会成为中共的末代皇帝？中共是否会被习近平拖垮？您怎么看？请留言告知。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